气里灰尘不要实现，麻木只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无所谓的脸一成也不变，仿佛生活出现了缺，皆不会从前。刹那间，一切变得很荒野，伤痛划过指尖，来不及耶。一转眼之间，我已无法改变，好像是手脚绑了线，却视而不见，寻找平衡点。我不要人生只剩下庸俗的纪念，需要平衡点，给我点空间可以宣泄，给我点时间找回从前，不相信再失去知觉。嘴角挂着熟悉却麻木的气息在蔓延，无谓的脸，表情一成不变，心推手不前，心走得比时间快，开始看未来，仿佛所谓爱情都是因为寂寞在作怪。空气里会沉溺中过无聊视线，仿佛连呼吸都快窒息，带点腐坏的感觉，我只想逃离这个压抑的世界，希望有一天让我找回平衡点。你看你越来越瘦了。你不用管我啦，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以后有什么打算？哎呀，不用担心啦，不会死的啦。喂，你不要跟我讲说你要跑去走私贩毒啊！不会啦。你不要告诉我你要跑去做拉皮条啊！我哪有拉皮条啊？哎，你怎么老是不相信我？那，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没偷那300块？喂，你干什么啊？找石头啊！找石头做什么？哎，来了。喂，你给我啊！哎呀，你干什么啊？你都不相信我，我就把手砸烂证明给你看喽。你发神经啊！我都没有说我不相信你。我以前是偷过钱，可是，在正中快乐鱼工作这些日子，我1分钱都没偷过，我可以发誓啊。好了，我都说我相信你了。佳倩，我答应我要改，我就不会乱来的。就算我不在这边工作，我绝对不会走回头路的。你能这么想就好了。对了，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啊？我会去卖沙爹，我朋友在大坝窑开了沙爹摊，叫我一起做，今天就开摊了。那很好啊，你钱够用吗？够。我今晚烤沙爹回给你吃啊。烤好一点啊。哦，我帮你搬进去啊。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可以了。那我就先走喽。记得啊，好好做啊。OK， 拜拜。拜拜。阿烈。啊。你送给我的项链很漂亮，我很喜欢。OK， 拜拜。拜拜。我怀疑你吃了迷幻药。怎么可能？我怎么会吃迷幻药？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自己吃的，是人家偷偷下药。那更不可能啊！谁会这么做？文雄啊！佳倩，你怎么了？你是不舒服啊？我浑身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我也不知道。昨晚突然我肚子很痛得很厉害，泻了好几次。到了半夜还发高烧，我用冰块敷在头上，烧才退的。到现在头还是晕晕的。怎么你会这样啊？我怀疑我们都食物中毒了。你昨晚回去有没有事啊？没有啊。昨晚你突然头晕，吓死我了。我说要带你去看医生，你又不要，我只好把你带回来店里休息了。回来的时候，我们碰见你二嫂，
后来他就跟你弟弟过来了。我知道你跟他们家不和，不过你弟弟坚持要把你带过去，我也没办法啊。我看大概他们不太信任我吧。你别说那么多话了，你不舒服你就多躺一会儿吧，我去替你倒水啊。佳倩，不用了。现在几点了7点多了。7点多了，怎么那么迟了？货办了吗？我都办了，你放心啊，你多躺一会儿吧。不行的，烈哥不在，我们要早点准备的。哦。喂，你怎么了？喂，哎呀，文雄，啊，文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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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我刚跟二嫂买了菜回来，顺便来看看你啊。文雄，文雄他怎么了？他对你不规矩啊？不是啊，他晕倒了。晕倒？我看我跟他都是吃错东西了。他说他昨晚又泻肚子又发高烧的。不用这招，怎么再取得你的信任？你看，你看，他真的昏过去了。他是昏过去还是睡着啊？是我亲眼看到他昏过去的。我现在马上打电话叫救伤车。没烧啊。喂，喂。他昨晚把迷迷糊糊的珊姐带回来，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企图。现在又忽然昏倒，会不会是假装的啊？是啊是啊，这里是 Upper East Coast Road。嗯。幸好我有提防。再试一试。是啊是啊，麻烦你们快点啊！文雄啊，你是不是很辛苦啊？痛，很痛。你忍一忍，救伤车马上就到了。成绩不错啊，卖完了再补货啊。OK。哎，王生，哎，他就是老王，昨天我跟你提过的。哦，安哥你好，欢迎你加入啊！来。啊，我分一些纸巾让你卖啊，你卖完这些纸巾就可以赚5块钱。想赚更多钱就回来补货，卖不完无所谓啊，我们照扣就是了。不过呢，我们丑话说在前头，那你千万不要以为可以偷吃我的钱，也不要以为今天帮我卖，明天偷偷自己去卖，懂不懂啊？不会，他不会的。啊，不会就好。我老实告诉你们吧，这里呢都是我的地盘，我是有势力的。你们老人家只是打发时间，顺便赚点外快，对不对？对。犯不着惹麻烦嘛，啊，哎对不对？那2个小时后我们在这里集合，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那就生意兴隆啊！好，我们走了。 OK， 拜拜。喂，妇女，你们干嘛拍我？我们是新传媒地发播到的，前线追踪那些老人是你请的吗？不要拍啊！走开！他们2包纸巾卖1块钱，你说多少？又分给那些老人多少钱呢？关你什么事？走开啊！哎呦！刚才我们听到你说你有视力，又警告老人不准自己卖纸巾，你所说的视力是什么视力呢？不要拍！不要拍！哎呀，不要拍啊！不要拍！喂！呀！哇，你干什么的？满头大汗的。我被人家追啊！哈？谁追你？谁追你？电视台的前线追踪咯，偷拍我，还一直追问我关于叫老人卖纸巾的事，害我跑到长凳底下，多狼狈啊！岂有此理！他们是不是太空闲了？我们去告他们。弟啊，我们叫老人卖纸巾的事，要是在电视上播了出来，会被人家骂到臭头的。哎呀，不知道有没有拍到我的脸啊？你没有遮住你的脸啊？有，可是他们偷拍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了。哎呀，惨了，肯定是拍到我的脸了。哎，你放心，你放心，不可能的。即使真的拍到，他们也不敢把你的样子播出去的。你没看到吗？每次播这种镜头，他们都叫那个人的样子啊，打嗝的吗？根本认不出是谁。说的也是啊。哎，不过
认识我们的人还是认得我的声音的啊。周哇，那又怎么样？我们也只是在找饭吃，又不是走私贩毒，他们需要这样针对我们吗？而且我们也是在帮助老人家，他们闲着也闲着，至少让他们有工作做嘛。对啊，他们吃饱太空闲了。这社会上坏人坏事这么多不去报，偏偏对付我们这些好人哦。迪恩，你放心，我现在就打电话去电视台警告他们，要是敢播出来的话，我们就告到他们的。对，管电视台是哪个部门。好像是 MDA。我们就告到 MDA 去，到时他们就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哎，迪亚，先喝口水。哎，怎么今天这么近啊？平时这时候已经很多车在洗了。哎呀，我也觉得奇怪，到目前为止啊，只洗了2辆车。什么啊？那些辣妹们呢？高妹、阿妹啊，还有那个 low 雷啊都没有来，只有中国少来了。他好像上了厕所。你没有搞错啊？3个12钟，要是真的忙了起来，怎么应付得了啊？我已经打电话去了，一个跟我讲 MRT 坏了。哈 ，MRT 也会坏？就是咯 ，stupid right， 都不知道是真是假。一个跟我讲 PIE 堵车，另外一个跟我讲还在给浪，个个都那么麻烦。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啦！什么不得了？他们另起炉灶啦！你讲什么啦？他们在后面一条街开了一家新捞妹洗车服务。他们是谁啊？高妹、阿梅还有捞女，他们3个。岂有此理！哎，老婆，你要去哪？找他们算账。骂我？骂我又怎么样啊？骂人也要看日子的啊！徐春梅呀，啊，你长得这副长相，叫我们2公婆好心请你啊！你既然出卖我们，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哈！你这个死白不死的，小心有报应啊！天哪，雷劈！喂，你骂够了没呀？骂够了就快走，不要挡住我发财！原来你是这条鸡在这边啊！你刚才还打电话跟我讲你在给啦，你竟然在这边风骚迷男人，那又怎么样啊？谁给我的钱多，不是跟谁做咯？还要跟你讲义气咩？有什么事问我老板娘咯。Joe，你给我多一点钱啦，我就过来帮你，还可以给你免费。别害我，你！吃骚包，不准碰我的男人！死高妹！我刚请了5个漂亮美眉，身材1级棒的，他们那里只剩下一个中国老安迪啦，想要跟我们 fight， 我看呢，他们等着关门好啦。喂，你干什么？干什么？你抢我的生意，做我关门大吉，你找死啊，死高妹！抢什么生意啊？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有本事谁就赚钱啊！可是这个 idea 是我们先想到的，你有没有还版权啊？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要在这里呱里呱叫，有本事就去告我！你们别讲，有话慢慢说嘛！你敢碰我的话，他就没理我！老婆，加油！老婆，你骂我，你看我这次跟你拼！喂，老婆，不要来！老婆，怎么样？高妹，早知道他懂得卡拉贝，我就拿把菜刀去砍他！哎呀！千万不要乱来啊！闹出人命的话，那就不值得了啊！哎呀，难道白白看人家抢走我们的生意啊，爹？我不甘心啊！哎呀，大姐你怎么了？哎呀，幸好我跟人家打啊！谁敢打你呀？还不是我们请的那些辣妹，竟然跑出去去组织一个辣妹洗车队，还开在门附近抢生意。佳玉生气去责问他们，又被那个高美卡拉爹砍成这个样子，你看怎么可以这样的？对错了，哎呀，现代人真的是没有良心啊！看到我们生意好就眼红，敢敢的来抢。明明那些 idea 是我们先想到的吗？他也敢来抢。这些日子以来，我们2公婆拼命的赚钱，从早忙到晚啊！能够赚钱的 idea 我们都去做了，可是现在做粤餐做不成，叫老人家卖纸巾呢，又被人告发，搞到电视台来拍。那万一电视一播，谁还敢来做？原本还有在工地承包伙食，现在连这种生意都给人家抢走了。哎呀，你们不是还有少女内裤的生意吗？别说了，现在市场泛滥，价钱是一掉再掉。
我们的生意啊是无利可图，所以就结束了。对咯，原本还以为可以靠辣妹洗车队扳回一局的，怎么知道生意还没做几天就给人家抢走了？所以你们说了，我们两公婆那么辛苦的奋斗为了什么？啊，结果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哎呀 ，I'm so disappointed。你们说我们灰心不灰心啊？哎呀，你以为就你们会抢钱啊？啊，现代人很精明的，看到你们会抢钱呢，他们不抢，不是很吃亏吗？所以赶快也抢一份，结果把整个市场都抢烂了。就像以前的泡泡茶和罗汉鱼，现在谁还喝泡泡茶啊？罗汉鱼啊，被倒进沟渠里去了。以前一条几千块的罗汉鱼，现在沟渠里随便一捞就一大把。所以呢，抢钱要有头脑，看准机会，然后狠狠抢他一笔之后马上收手。像你们这样，要抢不敢抢，拖拖拉拉，小眉小眼，搞到来啊，全部给他抢光了。好 ，OK， 大姐，你讲到你自己多厉害，你讲讲给我听，教我怎么做才对。好像你那少女内衣裤的生意啊，应该早早注册自己的品牌，打广告。一建立好自己的品牌地位啊，人家要来抢你生意也斗不过你们。还有那个什么辣妹洗车队啊，根本不应该匆匆忙忙开始营业，应该好好筹备，而且一开就8间10间，把声势搞起来，一建好马上再开。自己做不了，翻车出去给别人做。做生意要眼光独到，速度要快，加上心狠手辣。讲到头头是道，好像有进步嘞。一定是那个高志安教他的。confirm 是啦。还有啊 ，OK 吗？你真的以为你那么有本事啊？啊，你连一间妈的快乐鱼啊都搞得要差一点倒闭了，你敢教我们怎么做生意？老王，我们上楼上休息啊。人啊，总是要从失败中吸取经验的。我承认我有自己的缺点，但是只要正视自己的错误，不再重犯，那就行了。你看，现在快乐鱼不是越做越好吗？ God, please， 大姐，现在快乐鱼做得好，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有雅喜跟美丽在。要不是他们啊，妈的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快乐鱼早就化为乌有啦。老婆，我帮你按摩啊，谢谢你啊，大姐啊。来，按摩，小心。真是气死人啊！现在大家把功劳归功在他们2个人身上，好像快乐鱼没有他们就做不下去一样。 这在现代企业是常有的事，谁让公司赚钱，谁让公司的股票升值，那他就会被当成神一样的膜拜。可是我也有付出啊。问题是你的重要性已经被忽视了。对啊，所以他们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志安，你那么厉害，教我应该怎么做嘛？那还不容易，给你8个字：抓住权力，排除异己。你是说把他们踢出快乐鱼？ 可是我怕，万一我做不好，那你这么想就注定要失败收场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绝对不会说万一，他应该说一定。我知道了，我一定会把他们踢出快乐鱼。又打给大哥了。 就是咯，我从昨晚打到现在呀，起码打了30多通电话，都打不进。还有啊，我send一些 SMS 给他，他都没有回复嘞。我也问了学着跟小林啊，他们也不知道你大哥跑去哪里呀。大哥的人就是这样的，做事情不喜欢交代清楚。不过我看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不要太着急啦。不急才怪啊！后天就要举行婚礼了嘞，他一个鬼影都不见了。哎呀！ 雅西啊，你说他是不是想逃婚啊？ Touch with your true feelings. Face the wind. 哎，雪莉，陆这样，你一直踏着海水往前走，然后心情放轻松一点，抛开一切的烦恼，就好像放一个很长的假期一样。快拍一些照片。啊？怎么拍到现在都还没拍完的？哇，昨天晚上已经尿了1晚了嘞。 今天7早8早出来拍什么鬼日出？
真的害我。看就知道是假的啦，哪里有人家这样拍照的？拍照一定是在那边摆美美的吗？哪里有人家这样一面走一面拍的？我这个阿娇真的很笨呢，这样也相信他？昨天晚上哦，他忍着不下手，一定是怕阿娇提防他啦。哦，现在哦就要把阿娇弄到精疲力尽，这样才好下手啊。我就是喜欢你没有敬业。你知不知道，那些专业模特，他们就是太有职业本能了，所以拍出来的照片都太过商业化了。你就不同，你很自然，而且你笑起来的时候很亲切。你静的时候呢，却有点冷哦。哇，这样会仙呐！要是我像他这样会仙哦，我看我现在是跟阿娇在一起，而不是跟美丽了啦。哇，谁？我觉得好像有人一直在跟踪我。有吗？哪里啊？没有啊。我们走吧，我们继续拍，然后我看他会不会跟上来。哦。啊，这里行。啊。喂，你做什么？你找死啊！茉莉呀，大哥。好了，算了算了。谢谢你们啊。我先过去一下。哎，怎么样了？大哥，他们决定不追究了。哇，他们追究我也不怕吗？神经病嘞！哇，你看那个女的，你像个大金刚，这样谁要非礼她？大哥，你小声一点啊！我们好不容易在说服他们的，你千万不要再节外生枝。OK 咯，不说就不说咯。大哥，你从昨天一直跟到现在。就是咯。哎，本来哦我是要家福跟来的嘞，他就是不肯，所以我就自己跟来咯。大哥，我不是小孩子嘞，需要哪里都有人监督着我。什么？我也只是要保护你而已嘛。你为什么要保护我？我是来拍照嘞，又不是上战场啊。我是啊是啊，等发生事情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啊。大哥，你后天就要结婚了，你这时候要做这种事情，你不觉得浪费自己的时间吗？怎么会？最重要是你的安全吗？我知道你很关心我，不过你不用担心的，明天哦我就回去新加坡了。你都讲明天了，那今晚呢？那你今晚就危险了嘞。我看他哦，今晚就露出真面目，对不对？是丽啊，我看就让你大哥留下吧。可是，也难怪你大哥会不放心。做我们这一行确实引起很多人误会，以为我们是很随便的人，所以还是让你大哥跟我们一起走吧。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出发吧。哎，你们要去哪里？潜水。我不会游泳嘞。你知道我在哪里吗？我现在5星级酒店享受人生，有钱当然要花了，不然等到什么时候才花？哎，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一起出国享受一下。哈哈，当然是同房了，不要告诉我你那么纯情啊！啊？哦，好了，改天再聊了 ，OK， 拜。文雄，佳倩，你来了。
你觉得怎么样了？没事了，不过全身还是觉得软软的。医生怎么说啊？他怀疑是食物中毒。那你能不能吃东西啊？可以，不过要清淡一点。哦，那你喝点汤吧。佳倩，真的是谢谢你了。我从小就被卖掉，养父母对我并不好，动不动就对我拳打脚踢的。有一次，打到我眼睛肿得好大，我差点都瞎了。岂有此理！他们这么过分啊？反正我也不是他们亲生的，打了也不会心疼。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病得好厉害，也没有人理我，剩下最后口气才送我到医院去。医生说我能活下来，算是个奇迹了。佳倩，这次你那么照顾我，我感觉到特别的温暖。没什么啦，你在这里没什么亲戚，你妹又不在，我是应该照顾你的。那，慢慢喝小心烫啊。哦，我带了一些书啊，如果你觉得无聊的话，可以看这些书的，这些都是你哥留下来的。好啊，我也常常拿我哥哥的书来看，他的书天文地理都有，他一定很有知识。是啊，他什么都懂啊。它就好像是一本百科全书一样啊！可惜我没有机会见到他。老实说，我的书读得不好，所以现在我希望能向他学习，好好的努力。怎么了？我的手没有力。那我喂你吧。小心烫。佳倩，我有句话想跟你说，不过你要答应我，你不要生气啊。我想，是不是我哥在冥冥中指引着我来到这里，让我遇到你？佳倩。我一定像我哥一样，好好的照顾你。大哥，哦，你跑去哪里了？这2天美丽在找你啊。美丽，大哥回来啦。哦。哎，我就知道他会找我，所以我一回来就来这里喽。喂，跑去哪里了？去 reserve 啦。reserve？ 你那么老了，还要回去当兵的咩？喂，我虽然不是新加坡人，不过我知道你们到了40岁是不用回去当兵的嘞。那你有没有听过 recycle？ 哎，我是因为表现好哦，所以他们叫我回去 recycle 嘞。你以为真的这么好用啊？还 recycle？ 像你这种人啊，丢出去都没有人要啦，就我要嘞。还有我问你啊，为什么打电话给你、SMS 给你都没有反应的？我们在树林里面什么都收不到，怎样打给你？那你交代一下嘛，无声无息的跑掉，我以为你要逃婚呢。哇，你神经病啊！哎，我阿龙这样讲义气哦，怎么会逃婚？美丽，大哥回来就好了。你看他赶得满头大汗回来看你，也算是有你的心啦。就是咯，我回来咖啡也不倒一杯，还说要做人家老婆嘞。那我现在去倒给你喝喽。谢谢你啊，雅欣。那喝了咖啡之后，上去收拾一下，我把你的礼服啊、鞋子啊都拿过来了。今晚呢，你就在这里睡，明天要从这里啊过去那边接我的。你知道是几点哦？知道了，7点半吗？什么7点半啊？你不是叫那个八姑找一下看时间吗？7点呢？7点就7点了，哎呦！你看他这个人呐，要结婚了还这么blur，以后我生出来的孩子啊，不要像他，要像我啊。喂，我要去做飞虾，你要不要一起去？哎呀，你已经够美了啦，还飞什么事？那你今晚早点睡啊，明天准时7点来接我。八哥说7点40分到这边呢，刚刚好。知道了啦。还有啊，你的礼服帮你拿出来啦，这样早上呢你不用找吗？哎，不过你的皮鞋要自己擦一擦啊。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哎，今天晚上哦要听那史家福的那我的猪叫声了啦。家福今晚不在这里睡。为什么？这2天你不在家，家里发生了很多事啊。你爸对家福大发脾气，不只要动手打他，还要拿热汤来泼他。哈，这样大件事啊？这家福到底做错什么事？他说他喜欢雅喜，要追求雅喜。什么？就是啦，那个家父也真是的，这种话也说得出来，难怪你爸听了那么生气。我们就以为他开玩笑，不理他咯，谁知道他就跑去哪里啦？话都还没有讲完，还有那些衣服啊，又脏又臭，不拿出去洗，真是的。铃铛岛。我们的真皮沙发表层都经过了特别保护的处理，所以呢很容易保养的。那么脏了以后呢，你只要用清洁剂呢一喷，再用布一抹，很快的就可以清除所有的污垢，所以非常适合有小孩的家庭。家福，这套沙发的设计不错啊。其实我本身也是很喜欢这套沙发，因为它设计很新颖。可是最重要就是啊，你们要坐的舒不舒服？那你们先慢慢感受一下，我待会再过来。什么事啊，老大？我在做工啊。我有事要问你呀。那赶快问啊，我还要招呼顾客呢。你是不是说过想要追求雅喜啊？这又关你什么事啊？喂，你要去哪里？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讲这些的，我要招呼顾客。你想溜啊？哇，你连自己的二嫂都想追，你还是不是人？老大，这件事情你最好不要理哦。我为什么不要理？因为已经超越了你的认知水平。你说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你不会知道我在说什么。既然你不会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干脆什么都不要说。我还真的不知道你说什么嘞。我跟你讲啊，佳琪虽然死了，他还是你二哥啊。哇，你连自己的二哥的老婆都想动哦，你不怕天打雷劈呀？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夏虫不可语冰。我跟你讲正经的，你跟我讲虫啊冰的，你是不是真的想惹火我啊？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是不是因为要动雅喜的主意才跟阿娇分手的？是不是？当然不是啦！你不要跟我假啊！我都已经说不是了，你不要把这2件事情扯在一起，也不要把我想得这么卑鄙。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我跟阿娇已经不可能了，她已经不再像以前是单纯的干崩姑娘，她现在有她自己想要追寻的世界，我也应该让她自由自在的飞，而不是绑住她、关注她，你懂吗？啊，算了，跟你讲什么你也不懂。来，什么不懂啊？你以为阿娇跟那摄影师跑去名单偷情不要你吗？哎呀，阿娇不是这样的人啦，你误会她了啦。她真的是去拍照嘞，而且是有穿衣服的，没有露到什么。晚上他们2个是分房间睡的嘞。那个男的一整夜都没有进去过阿娇的房间呐。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啦。你也跟去名单岛啊？对咯，那你看我的眼睛是不是很像熊猫？哎，我守在阿娇的门口一整晚做干没有睡嘞，所以我可以跟你 guarantee 啊，阿娇是清白的啦。我为了盯他们2个连要大便都忍住啊。你真的跑去做这么幼稚的事情啊？很幼稚咩？当然幼稚啦，而且还很无聊。好学不学，去学什么狗啊？什么狗？狗仔对啦。国外那些无聊记者不是整天就像狗一样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嗅来嗅去的。你说我嗅人家的屁股啊？不是吗？你干嘛跑去跟踪人家啊？就算人家真的去偷情，又关你什么屁事啊？哇！我为你保护阿娇，你还说这种屁话？帮我保护阿娇？我看你是拿我来当挡箭牌。其实是你自己想当护花使者，保护阿娇，所以才跟去，对不对？而且你希望你自己有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可惜呀，那个Vincent没有要强奸阿娇，要不然那你就可以大显神威，勇救阿娇，赢得美人归，对不对？哎，我真的没有这样想嘞。我明天就要跟美丽结婚了我会这样想咩？我可是讲义气的人做无情无义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做的。你不用激动了，老大。如果你真的想追求阿娇的话，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啊。我们都已经分手了，她又不再是我的女人，更何况我们都没有正式注册结婚，你为什么不能喜欢她？人生短短几十年，要爱就敢去爱，做人不要畏首畏尾、瞻前顾后的，免得到老时候才来后悔啊！你放什么狗屁？哎，我罗家龙可是顶天立地的大男人呢，我是不会做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那我警告你啊，你不要打雅喜的主意啊，不然的话我就……
土土文物。哎，耀君，嗨，胜利，你回来啦，玩得开心吗？还好啦，不过那太阳好晒啊，晒到我皮肤好像很干。哎，等一下帮我做 facial 好吗？好啊，没问题。你朋友在里面啊，待会儿见，待会儿见。美丽姐，阿娇，哇，你变容光焕发了。当然啦，我来了这里几次嘞，现在感觉到我自己没有这样丑啊。你哪里会丑嘛？哎，你看会不会滑啊？真的很滑哎，难怪人家说幸福女人是最漂亮的。哦，对了，阿娇啊，你刚从比大岛回来是吗？拍摄的怎么样啊？蛮顺利的。那一定是拍了很多很美的照片哦。我也不知道嘞，我还没有看到。哎呀，你放心，你长得那么漂亮，摄影师又是专业的，一定把你拍到美若天仙。到时照片出来了，一定要拿给我看啊！我一定会的。哎，美丽姐，你明天就要结婚了，感觉紧张吗？不会啦，就好像了了一件心事喽。哎，大哥没有陪你来啊？他怎么会那么体贴陪我来呢？他都不像要结婚的人呢，就连那个皮鞋啊都要我亲自去帮他买啊。还有啊，他那个头发丑得要死，我就叫他去干脆剪一个陆军头咯。你知道说什么吗？他说他那个头啊是大师指点，什么风水头，我真的是给他气死。大哥就这个样子啦，就让他去吧。就是咯，说什么都不听，然后好像这一次啊，竟然偷偷跑去冰当岛，事先不说一声哦。哎，怎么样？他没有给你们添很多麻烦吧？怎么？他有什么事瞒得了我的？他是不是叫你不要告诉我啊？美丽姐啊，其实大哥他是担心我嘛，他怕我给别人欺负我，所以他跟着去的。我在看他的时候，我是吓了一跳哎。就是咯，做男人做得这么八卦做什么？如果我是你啊，早就骂他一顿了。果然不出我所料，跟着阿娇跑去冰当岛，还敢骗我说去 reservice。他以前喜欢过阿娇的吗？一定是看到阿娇跟家福分手了，以为有机可乘。要不然为什么不敢让我知道？肯定是心里有鬼呢。对了吗？行了行了。你小心！哎呦，大姨啊，大姨你想谋杀啊？哎呦，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大哥明天结婚，我们再挂红彩呀。夏龙结婚？跟谁？哇，可见啊，你真的很醉啊，连大哥跟谁结婚你都不知道啊？知道了，知道了，就是那个大腿巴美丽，知道，美丽肚子很大了，再不结她的 baby 啊就要蹦出来了，现在的人真奇怪啊，肚子那么大结婚也不会害羞哪像我们以前肚子这样大，哪里可以结婚张扬出去哟？那有什么关系？大哥是我们罗家天丁吗？毛德在世的时候老是说我们罗家只有外孙没有内孙，现在大哥不是很争气咯？老婆一进门，马上我们罗家添了2个内孙，而且还是一龙一凤嘞。就是咯，我厉害哦，我一次就中2个嘞。可惜不是罗家的种啊。大姨，你歌可以乱唱哦，话不可以乱说的嘞。我说什么？你说什么不是罗家的种？我哪有这样说啦？你明明有说哦。没有。有啦，他有讲哦。没有。有啊，你讲什么话？好了，大哥，大姨她喝醉了，你不要当真啊。是啊，你也闻到全身都是酒味嘛。我喝醉酒就可以乱说，这样对美丽很不公平的嘞。怎么样？你要打他？大姨，不要喝了啦。哎呀，我好心劝你，你还打我，我不理你呢。你喝个够吧。你说今晚的前线追踪会不会有我？你很想上电视吗？当然不是啊，我就是怕他们会播出来嘛。哎呀，你放心啊，李儿，我昨天已经打电话去警告他们，要是他们敢播的话，我就去告他们，到时候上法庭见。我看他们哪里还敢播？哎，我们现在哪有钱跟人家打官司？我只是吓吓他们而已啦，谁会那么笨打这种官司啊？新加坡人最怕麻烦的，李儿 ，I bet 他们不敢播。哇，大哥，你在吃什么东西啊？ ice cream 吗？要不要？
不要了，那么晚吃东西很容易胖的。算啦，你胖不胖谁管？你们都结婚这么久了，耀祖看都看腻了啦。这谁说的？我老公不懂看我越看越起劲哈，你说是不是？是啊。哎呀，你不要怕老婆怕到这样了，看腻就看腻，敢讲啊！大哥，你先别讲我，你迟早会跟我一样的哦。哎 ，Hello， 我绝对不会哦，男子汉大丈夫，为什么要怕老婆 ？OK 啦 ，OK 啦，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哎，大哥，有件事想找你商量一下。什么事？那我听说你最近的运气很旺哦，你的牛尿糕的生意档的生意很好，而且不久之前你又中马票，对不对？哎，就是咯。哎，我跟你讲啊，连4条2这种怪字都开出来了，你说我是不是幸运？哇，那肯定是咯。所以讲哦，人走运啊，走路都会试到钱啊。我今天就试到100块耶。哇，你真的是那么幸运啊？对咯，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嘞。啊，大哥，难怪你最近红光满面，神采飞扬，你啊真的是鸿运当头啦。对。哎，大哥啊，既然你那么旺的话，就把运气借给我们用一用啊。怎么？你们运气很差咩？是啊，最近我们2个人呢的运气不能怎么搞的，倒霉得很啊！哎，可能靠一靠你的话，会时来运转也不一定啊。那你要怎么借？哎呀，我最近想开间美指中心。什么东西来的？就是呢，指甲美容，专帮人家修指甲，在指甲上面呢设计一些白灯，很流行、很 fashion 的。大哥，我听说啊，这种生意赚很多钱的。怎么样，要不要一起合作？这种女人东西我不会了。我会就行了嘛，你不需要会的，你坐在那边等着收钱就好了。是啊，大哥，你只要投资个1-2万块，就可以翘脚等着收钱的。才1-2万呐，早讲啦！兄妹一场，你叫到 OK 咯。哎，不过钱哦，我要先跟美丽拿嘞。啊？为什么要跟美丽拿钱呢？钱是她管的嘛，不跟她拿，跟谁拿？哇，你不是吧，大哥？你都还没跟他结婚，你的财政大权已经被他控制住了。哎呀，算了，随便啦，谁敢还不是一样？哎，不一样啊！钱一到女人手上，要拿出来就很难的。嘿，我跟他拿，他敢不给咩 ？OK， 等你拿到钱再说。来，喝咖啡。大哥，你有进步了哈。什么进步？用这么高招来对付佳玉，不是进步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还看不出啊？他们看你现在有点钱，就打你荷包的主意，说开什么美指中心。你看你自己的指甲又长又黑，要是他有诚意的话，就应该先帮你美指一下啦。哪里会又长又黑？还说不会，你不要咬，你看里面都是黑金啊！好心你明天当新郎了，还这么邋里邋遢。哎呀，我又不是大明星，我结婚有谁要看我？怎么说你都是主角嘛？哎，不要这个样子啦，人家看到你还以为你是乞丐新郎啊。什么？这就叫做父子一个样。你哦，活生生的像当年你的老爸哦。什么和老爸一样？谁不知道老爸最爱干净的？即使他不出门啊，在家里也穿得整整齐齐，出门更不用说啊。衣服啊，皱纹有一点都不行啊，头发油亮发光啊，哪像他像乞丐一样。哎呀，我说的不是你老爸啊？谁呀？是他老爸。什么他老爸我老爸？我们不是同个老爸咩？不是有2个爸。为什么大姨老是扯到这个话题？刚才说大哥的孩子不是罗家的种，我以为他喝醉了，可是现在又说有2个爸，难道大姨真的知道大哥不是罗家大儿子的秘密？终于等到结束，爱退回原处。该愤怒还是该认输？爱到那么投入，却不得不无助的向距离屈服。终于还是等到了落幕，无奈的退出，像月亮出心变得孤独。你总说若是有缘